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观世界。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你要到大医院看病，你会发现治疗心血管疾病啊，支架手术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手段。那么支架呢，众所周知是金属支架，一般来说呢，支架手术放一个放两个就不错了。可是最近呢，却相继有新闻报道啊，有的地方的医院呢，给这个心脏支架手术里放的支架呢，竟然多达7个8个。中国民间有句话，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那么肉做的这种心脏，能不能承得住钢铁长城的重量呢？这是前一段时间呢，新华社有一篇报道，报道济南呢有一位病人，他是一位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做了支架手术呢，花了10好几万，里边呢放了7个支架。那么这个消息刚刚一被媒体报道出来，马上有一位姓李的网友爆料说，他这不算什么，我老家武汉呢，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姓桂的老头，60多岁，做心脏手术放了8个支架，花了20多万。那么我们把这两个事儿搁到一块儿，你会发现呢，咱们电视机前有不少朋友也可能会产生共鸣，因为可能你身边呢就有亲友做这个手术，有的时候给放支架呢，要么是呢放的挺多，要么是呢该不该放支架你都怀疑。那么咱们首先得给大伙介绍清楚支架手术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咱有的朋友得了冠心病啊，或者心血管疾病，可能你这个心脏的血管啊就堵了，那么怎么治呢？以前呢说搭桥开胸，然后用你的血管给你搭桥。到90年代的时候呢，从国外引进了这个我们说这种介入手术，就支架。支架是什么呢？也就几厘米高也就是几毫米直径吧，那么一个空心的不锈钢钢管。那么把这个东西呢，通过穿刺的手段带到你这个血管里边去，然后把它带到最堵的地方，到那儿呢，让它把血管撑开。这一撑开，血流通畅了，它不就不堵了吗？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所以这个是支架的一个基本原理。那么说照这个标准来看呢，说多放支架是不是血管就更畅通了呢？那么有的专家告诉过我这个话题，就说呀，支架如果放超过3个就没意义。支架治疗完了以后，当时治疗效果是比较好的，那么也血管也就是可以看到血管的狭窄不存在了。但是往往这种再狭窄是发生在半年到1年这个期间，有30%到50%的病人这个血管里头又开始狭窄，那么病人有可能会出现心肌缺血，出现心绞痛。说支架放的越多，出的问题的可能性会越大，因为人体也是个自然的，只有在最需要人处理的时候去处理。一下子要放那么多的支架，那这个人呢，要承受的风会越大。看了这个专家给我们的介绍啊，您可能弄懂了这个问题了。就说多放支架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而且有的病呢不适合做支架。可是现在自打90年代这个手术进入中国以来呢，得到了各大医院的追捧。有数据显示，在接受冠心病治疗的患者中，支架和搭桥的手术比例国际上是7:1到8:1，但在中国，这个比例却高达12:1，是国际平均水平的1.5倍还多。为何中国支架手术比例如此之高？你看呢，他也不用开胸，痛苦还少，而且做这个呢，大夫感觉把握比这个搭桥那个成功率还高。而且好多病人到医院呢，也要求给我做这个支架，说他无痛苦嘛，创口还小。所以有这么一个统计呢，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全国1年心脏支架手术做了多少例呢？达到30万例，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2万例，2011年激增至40.8万例，增长了20倍。有业内人士预测，2012年心脏支架的手术量将达到53.1万例，支架使用量将可能会达到85万个。那么根据我们刚才这个常识判断呢，不该做支架的做了支架，该少放支架的多放支架。就像刚才说放了7、8个，有的人就说了，这大夫这不有病吗？水平怎么这么低呢2012年2月，济南某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曾因为心肌梗塞住院，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花了10几万元。有媒体在报道时用了一个颇具讽刺意义的词组：血管里的钢铁长城。2012年1月，
武汉市民67岁的桂玉桥因血管堵塞，前后2次共放入8个支架，共花费20多万。2011年10月，一次全国的医学会议上，有教授指出，患者身上放5、6个支架不足为奇，最多的一例竟放了13个支架。放3个支架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何非要放13个？为何有的医生不愿搭桥，偏爱支架？哎呀，跟大伙说，他这里有利益，跟着我说出来，你甚至会觉得有点触目惊心。咱们说支架一般分国产的和进口，国产支架价格呢，一般说3000块钱，3000块钱是出厂价，到医院卖给病人多少钱呢？前几年是2万7，进口的出厂价6000，到医院卖给病人多少钱？3万8。当时我们定一个支架在2000多块钱，卖医院卖了接近3万。当然这2年呢，由于这个厂家多了，渠道畅通，竞争激烈了，这个价降下来了。但是大致平均做一粒心脏支架，放一个支架，也得2万块钱上下。那么我说到这儿，你可能就明白了，为什么医院要多给病人放支架，不该做支架也做支架呢？你看看这差价得多大，3000到2万7，6000到3万8，中间差出7、8倍、8、9倍去。那么这个中间有什么样黑的利益链条呢？比方说支架的生产厂家，有时候厂家他也不愿意定这么高的价。假如说这个支架它的成本几百块钱的话，你定价到3000、5000，中间拉开2000多块钱，那么这些钱干嘛呢？一般来说用这个的必须得大医院，那怎么进大医院呢？厂家有时候没这能耐，他也干不起这个，委托给一个医药经销公司，说白了这就是医药代表。那么这个医药公司派医药代表跟各个医院打交道，你想呀，这个产品到医药公司这他得挣钱吗？他拿这个再进医院，怎么进医院？这里有若干个链条。我们各大医院来把这个进药啊、进器械的这个，专门有个药事委员会来管这个，这个委员会就管进药进器械。那么组成人员是什么呢？院长，一个副院长，就主管这个医疗器械医药方面的，然后再加个药剂室主任。这个药剂室主任呢，所有医院都有，有的医院呢还有呢医疗器械室主任，有的没有了，就药剂室管了。反正这是有这么主任，然后再加上各科室的主任，就中层干部，共同组成了药事委员会。这个药事委员会呢，必须得超过半数以上的人说是我同意进这个支架，进他家出的，不进他家出的要他的。那么医药代表要想把这个支架弄到医院里来，就得走刚才我说这一大圈的关。所以你琢磨琢磨，这么大一圈，3000变成2万7，6000变成3万8，那好，我多装一个支架，我就意味着多占不少钱。你比方说我多装一个2万多块钱的支架，可能这个主刀大夫这儿我就拿15%到20%回扣，一个支架我就挣2000，那我装俩4000，装仨6000。刚才我说最高的装8个的多少？28、1万6，我给你干一个手术装8个支架，光主刀大夫拿走1万多回扣。有的时候医德呀，在这个金钱面前显得很脆弱，个别大夫就扛不住了。所以你看我说到这儿你就该明白了，为什么很多医院给病人多装支架，甚至不该做支架手术的，来我先给你装吧，这玩意儿好，他忽悠你。病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大夫说你这个不支架也行，可是不支架你要遭罪呀，将来怎么地呀，过些年如何呀，把病人吓得那大夫我支架吧。其实这个现象不是说我们今天才有的，有一年辽宁电视台咱们这个春节晚会，赵本山不演一个小品吗？那个小品里就形容了这种现象。感冒好了，肾坏了，治啊，肾好了，肝又坏了，那再治啊，肝好了，心脏坏了，那就接着治。支架支架4万一个国产的，进口的是8万，你支不支吧？你支不？支架，支架呀！三叔啊，回家给我爹捎个信儿，我不行，我支架了，让我爹来看我，我支架了。这个现象啊，不是赵本山的小品有意夸张，在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现象。你进一步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里边有更深的水，什么呢？有好多医院呢，它这个支架啊，不取决于院长啊，医疗器械室主任，不取决于这些，而取决于主刀那个大夫，就是我们说的心内科那个主任，他们说哪种支架好，往往就进哪种支架。那么围绕着这些人，相关医药公司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千方百计的要把这些人拿下。所以我们呢，有一年我记得是珠海查9家公立医院，发现9家公立医院药剂师主任都是腐败分子，都给抓进去了。近日，广东珠海市检察院通报称，今年以来，全市9家公立医院原药剂科主任纷纷都倒在了药品供应商和医药代表的糖衣炮弹之下，无一幸免。经调查，该案涉及省内外医药企业80多家，医药代表70多人，全市市内9家公立医院全部牵涉其中。那么在查相关利益链条时候，查到医药代表这儿，在他那儿呢找出了一个培训手册，医药代表培训手册里边说哪种类型的这个主任你得怎么拿下他，哪种类型的主任脾气不好，甚至里头有一条叫什么呢？如果是这个心内科主任是男的，医药代表女的怎么办呢？上面有一条写着，要在服饰上和这个打扮上尽量配合科室主任的喜好。你听了这话什么意思？你看看这医药代表在这上下了多大功夫。有的说那这医药代表也男的怎么办呢？好办呢，给科室主任，你不天天这个孩子上学放学吗？好，我去接我去送，你家装修我给你忙活，说白了都恨不给人家当保姆的，得伺候好了。有的这个科室主任家里装修，哎呀我这不行，缺俩螺丝钉，他马上开车都给买去，那是无所不用其极，一定得给你伺候好。当然医药代表把这个主刀大夫专家拿下，可不止这点用，还有一个更大用处，就是他能通过跟一些差一点的医院联系，把支架进一步推出去挣钱。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河北有个小医院，他要收治心脏病的病人，这些病人呢折腾不起，就在当地治，可当地医院呢又没有做支架手术的条件，没这专家呀。那好，医药代表去了，你放心，你收病人吧，拢一块啊，低于10个就行啊。人家来一天能做10个手术呢，支架手术，收10个需要做支架手术的病人。然后呢，这10个病人你在这做手术，好，都得用我的支架。我医药代表用什么交换呢？我给你请来专家呀，没我你请不来专家。他们医院如果有病人了，我们去带着我们的产品，接到北京的医生，去他当地的医院去手术。那好，医院呢做这个手术收钱，这里头呢就得用这个医药代表提供的支架给这些病人治。然后呢，医药代表把这个支架的钱拿出20%给这医院当回扣，就除了正常价格以外，20%给你回扣。当地医院心内科的主任的钱是病人所有花费的钱20%给他提，就是说，比如今天手术一共用了100万的，花了100万，其中有20万是这个医生的。好，这头医药代表再请专家，把专家请来到这走学来，一天做10个很轻松，在一个支架上他要拿2000的话，10个多少？一天光支架的回扣就2万。北京的医生用一个支架给他提1500到2000，用一个球囊提500到1000，这是给北京的医生的钱。这一笔钱一般都是说在手术结束以后，当时就付给北京医生了。那这边请个专家，医院跟病人说了，我们找一流专家做手术，你们得给点红包吧，一人再来1500红包，又15000，加一块这一天大夫拿走35000。西医院的主任就找我，就是说给我们做这种造影，说就是说从外边请来的专家，就是说那个每个人你们得交1500块钱的那个叫什么点头费吧，就是好处费吧，就说白了就是好处费。说这个呢是没有任何票据的。有的时候医药代表给提供的质量不好的支架，看了一些药监局的一些规定，比如说上面必须有中文标识，怎么样。我再一看我们产品，几乎所有的都没有中文标识，包括支架、球囊、其他的配件。而且就是后来当时医院也不在意这些，也没人去检查。后来有的医院要求这些以后，我们公司然后去找一些印刷厂自己印了一些，让我们自己往上贴。去年南京就出过事吗？这病人姓周，往里装个支架，装完了第2次开个说不对，还得再装一个，到最后也不行，
最后挪到北京治，打个心脏一看，你前面支架都折了，用质量不好的支架，或者是什么呢？国外已经使了，但国内没审批的支架。越是这两样支架回扣越高，正常一个支架回扣2000的话，这个得给大夫3000、4000。他一看这个产品有问题，当时做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因为你马上就跟他讲，我这个可能运气会高一些，怎么样，或这个可以给你加到，这是普通支架，比如说是给医生当时的反的是1500到2000，这个到2500甚至3000，这钱是多价。除非遇到特别难的病变，可能会用一些合法的支架，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可能甚至有的医生更愿意选择违法的，这样因为他们给钱比较多一些。所以有的昧了良心的大夫好，那就用在支架上补，拿高额回扣。你想想这么弄，毫无疑问，医药代表公司那是发了，主刀的大夫能不发吗？我现在一点别的办法都没有，所以说现在我就是我只能天天在医院里待着，我完全丧失了这个生活自理的能力。他们用这种劣质的东西坑害百姓，真的天理不容。我们现在感觉挺对不起老人的，拿着我们患者当试验品，他挣了钱，我们遭了殃。是2002年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里面就出个事儿，这个科室的副主任拿哑铃把郑主任活活给砸死了。为什么给砸死？一调查就是支架手术这个回扣分赃不平，打起来了，这副主任把那主任给弄死了。你看看，当然我说这个不是普遍啊，这个别现象，可是这个别现象给我们心里带来的压力那也非常大呀。而且更滑稽的是呢，一个医院里可不光只有心内科能做支架手术，急诊科急诊还可以做支架，所以这两家就打呀。这个时候有的医院就出现了更为滑稽的现象，他这个心内科和急诊科要贿赂这个分诊台这护士，他给分到哪科去了，这小肥羊就进了哪科了，挨宰了。记者调查当中发现，当分诊台一个护士分给哪个科一个心脏病的病人，他往往能拿到1000块钱回扣。你琢磨琢磨，就分个病人过去就能拿1000。小小血管里怎么被搭成一座钢铁长城？植入7个心脏支架，究竟是福还是祸？动辄数万元，谁在暗中推动支架价格居高不下？厂家、医生，还是另有其人？老梁观世界为您深度解析支架架起的黑色链条。说到有关心脏这个支架手术啊，由此引发的暴力方面的争议啊，我们在网上打开网友的微博的时候，意外的发现这方面的言论是真多，好多人对这方面的怨言呢非常非常多。我们随便找几个你看啊，第一位朋友他在微博上说呀，说你看烤瓷牙卖2500，其实成本价才100多块钱，我们以为这就暴利了，没想到这个心脏支架更厉害，3000变27000，6000变38000，这暴利比贩毒都厉害呀。第二位朋友说呀，在07年12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家里人有人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了，当时我们想做搭桥，但大夫说搭桥风险大，你就做这支架吧。没想到这才过了不几年，又得续上第二个支架了，又得花一次钱。那么第三位朋友呢，看来他比较专业，他说呀，如果放5个支架，那么这个手术的大夫呢，就至少能拿到回扣2万到3万。如果你要是搭桥的话呢，是用你自身的血管，不用器械，那么大夫就拿不到回扣和提成。所以有些医生的口号是呢，只给支架，不给搭桥。他还提出了一个解决方式，现在这医疗是市场化，如果回归到公益化，就能够挽救医生的低等。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心内科大夫都黑心了吗？不是。人之初，不论性本善性本恶，没有天生利欲熏心，使病人安危于不顾的。只不过第一个，人的道德有时候很难经得住利益的考验，所以我们要管这事儿呢，除了说天天加强医德教育，这个严格意义上说作用不大，最主要得完善我们医院的管理体制。你看长久以来大伙都说这个医药分离，杜绝以药养医，关键就在这儿。所以我们必须得在源头上给公立医院的补贴得到位，然后收支两趟线，把医和药分开。当然我说这个话题呢，咱们有的观众朋友说，行了老梁，我听你也有好几年了，你做时事评论这些年说医疗问题得有上百次了吧？那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就得这样的办法。我们是希望把价格能够降下来，实际上就是
就是让它有一个合理的价格，是这个意思吧？哎，你看中间环节，但你又没有做非常大的贡献。当然配送是很重要的，但如果你层层加码，这就不对了。我的梦想就是将来我们农民得大病、得心脏病，能不能也用上支架，对吧？这个国产支架。价廉物美的，那么你就要集中招标采购，把这个利用我们巨大的市场的这个力量，让这个成本降下来。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呀，我们现在老百姓犯愁这个看病贵、看病难，就会解决80%以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好像整容这个事儿啊，变得越来越平常，一点都不稀奇了。那么现在中国呢，已经成为世界整容的第3大国，而且有统计数字啊。说平均一年，最近几年，平均一年中国的整容手术就达到300多万例。那么这么多例手术，都把人整漂亮了、整成功了吗？不是，最近10年来，大约有20万张脸毁到了整容手术当中。有人会问呢，说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很简单，就是最近10年间整容手术的投诉。平均一年大概有2万起，所以10年间算起来呢，那不就是20万张脸被毁了吗？那么关于这个数据里边的一些相关内容呢，咱们先看一个小片。2010年，中国整形美容市场实现产值达到3000亿元左右，已成为继美国和巴西后全球第3整容大国。市场的繁荣之下，一些民营整形机构依然存在问题。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中国整容整形业兴起的近10年中，平均每年因美容整形毁容毁形的投诉近2万起。近日，一名网名叫“红粉宝宝”的女子在网络上备受关注。从16岁做双眼皮整容手术开始，10多年来，红粉宝宝已先后做过200多次大大小小的整容手术，花费近400万元，几乎全身上下都整过。但如此多的手术给他留下的却是不可愈合的伤痛和无数后遗症。医生表示，他身上的问题全部修复大概需要花费2到3年的时间。如果真的是要往身体里面注射任何东西的话，一定要看清注射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再查一下批号。为了漂亮整容，整容失败接着修补，然后再失败，如此反复折腾，以至于最后连做回自己都变成了奢望。大家看刚才这个小片啊，里边一个个很漂亮的女性形象，一张张很漂亮的脸，这个确实对一些爱美的女性特别有吸引力。首先一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咱们说实在的，现在整容这个行业已经跟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整容是什么呢？往往都是先天畸形，比方说兔唇呐、斜眼呐、鼻子歪了什么的。第二种呢，遇到些不幸，比方说这个救火，结果把脸烧坏了，这2种情况下才去到医院去做整容。原先不叫整容，叫整形手术。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一点点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你比方说这个人呢，人到中年，到30多岁、40岁了，你比方把细眼袋啊，这个割个双眼皮啊，为的是自己显得年轻点，跟20多岁女孩站到一块儿，不至于太显老。所以这部分人要成主力军。可是到这些年，整个整容业的受众却极为扩大，有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她都要整容，为什么呢？追求完美。我已经很漂亮了，对着镜子一看，哎呦，我这鼻梁不够高，那我垫一下吧。我这两边颧骨大点，往下磨吧。再一看侧脸一看，曲线 S 型不够丰满，好，再去做丰胸去。谁不想让自己漂亮点啊？而且自己要再有这条件整容的话，没什么错误啊。你不像我，我用不着整，我这麻袋绣花底儿太差了，整也白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别忘了，这个整容也是让有一些不是太正常的心态给逼出来的。所以这些年变成了年轻的女孩都在整容。你看，甚至有些大学生，当然这个大学生往往是学表演的、学主持的，这样的多。刚入学那才多大，18、19岁，对着镜子看就琢磨，我得整容啊，要不然我毕业以后没机会了。我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了，要面临着工作，然后现在想来到这个医院呢，想变一个鼻子，然后做个下颌角，这样对我的
外貌来看，应该找工作很有帮助。我得让人家能够看中我这个形象啊，才能有工作机会。所以这些人也去参与整容了。你像这个招聘过程当中，当然你说你聘任上工作以后还得看你能力，那是以后的事儿。可是如果长得很难看的话，可能这一关你都过不去。裴娜，你是林无敌，长得可真够无敌的啊！我虽然还没有做过秘书，但是我觉得，那你现在可以出去了。你琢磨琢磨，要一刀下去，一个手术下去，你就能变漂亮了。你说对一般女性有没有诱惑力？那么既然是合理的要求，为什么会出现我们刚才说这几年有将近20万张脸被毁掉了呢？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就得看合理的要求怎么把它控制到合理的度之内。关键是整容的度没有把握住，酿成了这些悲剧。而这个度的把握，它有主观原因，有客观原因。我身边有过这样的人，这小女孩子呢长相还可以，嫌自己不漂亮要整容，她有非常盲目的高标准。你让有人看范冰冰脸型漂亮，再往国外一看，说你看外国那些明星啊，一个个多好看，辣妹好看，这好，拿照片到美容院，来，给我照这整，就整成他这模样。这期望值一高，整完不满意再接着整，再整，最后把这张脸整毁了。你想，你这张脸成了让你随便在上面做针线活，那做个10回8回的，难免的，这是，就最后有可能这张脸就毁掉了。我现在说话像个痴呆一样。我以前是做主持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而且我的面部是僵了，我的脸已经变形了。再有就跟风，本来自己觉得还行，旁边有女伴什么说，哎呀，你这是不打，我都整了，你跟我去吧，跟着就去了。我还记得90年代的时候有一阵，那个时候实行纹眉，结果不少女同志都纹了，纹完你看每人脸上2条大黑虫子在这儿，一点都不美，这都是盲目跟风造成的。所以我说，这是在主观上，整容行业存在一些问题。你要在客观上看，首先一个是什么问题呢？广告满天飞，就没有他不敢答应你的，还恨不得把你5脏6腑他都挪个位置，让你漂亮减肥。瘦身瘦脸可以美白，那个是瘦脸加美白，不带瘦身。一针这个美白的加瘦脸，这个最少保10年，8到10年。就说我们说这个整容本身呢，是风险非常高的。首先一个风险呢是不同体质的人不一定都适合整容。你比方说糖尿病患者，唰一刀拉开不封口了，怎么办？再有的人有精神病，他整完了总觉得不好看，还倒容易起反作用。所以说这是一部分的风险。另外一部分风险来自什么呢？这个整容本身呢，它是破坏了你原有的生理机构。你比方说做这个双眼皮的，做有可能眼皮肌无力，肌无力就什么睁不开眼睛闭不上眼睛，你想多可怕啊！还有的说这磨骨头的，磨的你想想把这骨头擦往下磨，这上面的神经这两边什么弄不好就面瘫呢。这是这方面这有活生生例子呀。那美国已经过世了啊，有位这个著名的歌星迈克尔·杰克逊，他脸上整过多少次？整过12次。为什么后来一出来帽子遮着口罩戴着不敢让人看？那脸上已经被弄得乱七八糟了。他是怎么开始整的呢？一开始他嫌他鼻子长得不好看，你要把杰克逊小时候的照片拿出来，小蒜头鼻子，他爸爸就笑话他，你这鼻子不好看。杰克逊一看我得整啊，他到大了有钱了，开始整着鼻子。怎么看蒜头鼻子啊，整成水仙鼻子了，水仙鼻子再整成什么，怎么看都别扭。鼻子前后动过6次手术，嘴唇这前后加一起也6次，脸上动过12次手术。最后你看那张脸造成什么呢？整个的毛囊啊都坏死了，脸部表情已经僵硬了，想笑想哭，脸上没表情，跟戴个面具似的。你说这不活生生把这个人给毁了吗？等于，所以这种整容手术它存在着非常高的风险。那我记得是2010年吧，有个叫王贝的超女，那不就是因为整容死到医院里了。5年前，他曾经和现在已经大红大紫的歌星同台竞技，并在全国的超女比赛中晋级20强。5年后的今天，他却因为一台整形手术被再次关注。这是王贝生命的最后一站——中奥整形医院。11月15号，王贝和母亲一起，就是在这里接受了颧骨降低和颅骨缩小手术。王贝的死亡是整容导致的吗？面对记者，主刀医生汪良明做出了回应。
谈到王贝的死因，当时的版本是血液通过王贝喉部进入气管，经转院抢救无效死亡。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在中奥整形医院向记者展示的营业执照上，我们发现了明显的涂改痕迹。而面对记者一级诊疗科目包括哪些内容，王贝手术内容是否相关的追问，医院负责人避而不答。所以眼下整容这行，这里头各种各样猫腻都有，要价还死贵的。也有1万多的也有6、7千的、7、8千的，有的是12000到15000，有的是15000到18000，是根据量的多少去定。咱们以前有的朋友一想到整容，那就听得有点是这个感觉挺恐慌。比方说，那是最少也得是个隆胸吧，要再狠一点磨颧骨，这实际只是外科手术。整容里还有大量的非外科手术呢。这什么？比方说，你看咱这个鼻子这儿两边，这不有个八字纹吗？人到年岁越大，这八字纹越深。男的无所谓了，女的不行啊。女的有的就觉得这八字纹深了，显得长得凶点费劲，那怎么办呢？往里打一些东西。美容师跟我讲过，说打什么这个什么肉苷毒素啊，什么玻尿酸之类的，反正往进打就能把这沟给填平了，就显得年轻好看。打进之后呢，你这儿就丰满了，或者是你这儿呢脂肪多，那不要紧，再给抽出来。反正这一类的，它属于非外科手术，也算是整容。它注入到皮下，让你鼻子立体感更强了，不用手术，所以没有什么恢复，就不像我们想象的是那么恐怖，显得有点血腥。所以这个整容这个行业啊，已经与时俱进了，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里头各种各样猫腻都有。在广州，记者先后走访了大大小小10几家美容针剂的经销点。在这家名为香港协和联合药业国际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众多美容针剂，什么美白针、抗衰老针等等，应有尽有。除了这家公司，广州安格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也经销着数十种美容针剂。而他们的产品大多是从国内一些厂家购买来那些没有任何字样的裸瓶后，再自行贴上各种标签，冒充国外进口品牌进行销售。那么对整容这个事儿的看法啊，网上有很多朋友啊，他们都对整容的后果有一个自己的估计和预判。你看，我们看一下网友的微博。第一位朋友说呀，我有个朋友啊，整容次数太多了，弄得面部表情都僵硬了，打针跟喝白开水一样，不知道以为一看呢是从蜡像馆里扛出来似的。第二位朋友说，现在整容啊，有时候都一窝蜂按一个明星模子整，走到大街上一看，整过容的人长得都差不多。第三位朋友说呢，这整容要能让你变得漂亮啊，那这个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呢，整容有风险，开刀需谨慎。中国青年报调查数据显示，美容行业成为消费者投诉的热点。王贝之死，天王陨落，为何收获美丽要以病痛折磨为代价？无影灯下刀起刀落，应该手术的是面容还是人心？本期老梁带你观世界，整容如何让你美得放心？那有人说怎么整呢？首先有一点，出台一套系统的整容行业的标准。这标准是什么呢？哪些手术你能做，哪些手术你不能做。每个人来问我，我从来不敢拍胸脯说，哎，这个没问题。我用一个比较夸张的词，我说我每做一个手术都是如履薄冰。我觉得首先这个是必要的。第二个呢，加强这个行业的门槛，这个准入资格，你必须严格考察你这大夫有没有这资质。现在是什么赚钱就可以干什么了吗？喂，你看对面那个修脚铺，现在就改成美容院了。对，还是那把修脚刀，不挖鸡眼了，改拉双眼皮了。再一点，对大夫这种伦理教育，这个伦理教育我就觉得它不是1天2天的事情。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整容大夫的医德是什么。有这么一位姓肖的女士，本身就大美女，当过平面模特，结婚了，生个小女儿。这小女孩刚1岁，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哎，大夫，你给我看看，我这孩子这女孩单眼皮啊，你现在给做个双眼皮手术吧。这大夫就乐了，说我正告你，这么点的孩子是不能做整容手术的。他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他并不能够自己独立做出一种很客观的判断，来决定他是否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手术的考虑。所以我们一般遇到这种患者都是让他推后。这有2方面，第一个孩子小，他有风险，
他的身体能不能扛住。整容手术，你比方我经常会跟病人说，你呀眼睛要眨一下怎么，他得配合我。你孩子这么小不知道配合，出事怎么办？再第二个，你认为双眼皮是美的，可能你女儿长大认为双眼皮就不好看，你等于用你的观念强加到她观念上。整容都是什么？整容本人自愿，你可能好，你替人家出主意了，因为我看成龙的大鼻子好，来吧，你过来，你整个成龙大鼻子，你怎么在自个儿身上整呢？不能把自己的美学观点强加到别人身上去。你看这个大夫说的非常好，这是整容大夫的伦理。尤其是当这个整容手术对病人可能会产生心理上或者生理上的损害，要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时候，要有风险的时候，大夫一定要明确告知。可是现在我们这个行业做没做到这点了呢？咱们电视机前有不少想整容或者已经整过容女同志，你到那些医院看看，能做到这点吗？那为什么韩国那个整容术比咱发达？有一点，韩国人特别重视仪表。你看你到首尔啊，到那个韩国其他地方，你看就街上卖那烤地瓜那老太太，她都得抹上粉涂上红嘴唇。韩国人出门非常精细的打扮自个儿，特讲仪表。你看咱们不少朋友迷韩剧，你看韩剧里头那男女主人公一个个捯饬的那个漂亮，穿衣那个得体，韩国人特别注重仪表。所以注重仪表造成的，他们把这个整容啊就像当成理发那么简单。等一般的拉双眼皮干什么，这个在他们都算是美容。所以这是韩国第一个观念。第二个呢，韩国人本身呢，他对医生这个行业要求非常高，门槛特别高。韩国这个整容大夫有个特点，他很专业，做鼻子就是做鼻子的，做眼睛的就是做眼睛的，他不会给你交叉着那么来回乱弄。所以这几点就保证了韩国整个整容这个行业相对非常正规，非常发达。所以你看韩国人以前在我印象当中，韩国女的也不好看，脸扁平的小眼睛。可是这些年你看，就不是说光是电视剧上那些人啊，就是有些韩国朋友到中国旅游，我就发现他们的女孩子一个个都弄得小巧精致的，一看就都是整过的。你看我记得有个什么组合唱那什么 Nobody Nobody 那5个女孩，那鼻子一个个跟刀削出来的，有人就告诉我都一个美容院整出来的。就韩国现在这女孩比过去看着漂亮多了。那么说韩国人原先的特征哪儿去了？小孩，你要在首尔街道上，你看有那孩子背书包的孩子，扁平脸小眼睛，为啥？韩国有立法规定的，未成年人是不准整容的。所以他那原来韩国民族那些特征都在孩子身上有，一到成年都去整容去。可是就是这样正规的整容业，它也出问题。什么问题呢？韩国最早那波整容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假如他们当初是20、30岁的，现在也已经50、60岁了，这一波人突然发现整容的后遗症，隔了20年找上你了。还有的这颧骨这磨完了坏了，神经磨损了，成面瘫了。就是我们人类研究整容技术是走到前面的，可是整容的后遗症你需要长期观察。我认为这个很正常。中国古代有句话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就这些身体发肤是你爹妈给的，说白了原装的，原装东西你给倒成组装的了，一点副作用都没有。我认为这不可能。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问题。所以我们提倡健康的整容心态是什么呢？你要把这些风险考虑清楚，你自己得琢磨明白，而且心态一定要冷静，不能盲目跟风，对自己的经济实力有充分清醒的认识，我适合做什么样的手术，这个手术对我来说会不会影响我的健康。如果说这些都能把损害降到最低程度，整容让自己漂亮，让别人承认你，更偏爱你，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当然是可以的。所以关键是在这个之前你要考量一下，尤其不值得的是为了暂时的美丽放弃长远的健康，这个非常非常不值得。所以咱们现在对这个整容业这行整顿最终的目的起决定作用的，不光是说把这个行业把它管好了，更重要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态。我想这一个社会如果社会当中的每个人他注重外在美，也注重内在的美，在注重内在美同时呢，他不过分的偏爱外在美，那么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这个社会就会拥有一些美好的正常的心态。